Hello，各位好，我是 CJ， 今天要和大家介绍一下人像摄影是怎么样进行的，然后需要注意哪些点。我从事平面摄影师已经接近10年的时间，今天就要来介绍一下灯光要怎么打啦，镜头和 model 之间的互动要怎么样做比较流畅，这样子，这都是我个人的一些经验法则。那今天邀请到的 model 就是之前我拍过的影片人体模特 Henry。对，那支影片大家反响还不错啦，然后今天想趁这个机会再邀请他来上一集节目。如果说之后各位有兴趣想要参与我人像系列拍摄教学这一系列的话，也欢迎留下资讯，然后和我联络，我们就直接进行咯。OK， 因为是人像摄影系列的第一集，我们今天主要以自然光为主，那之后接续会介绍单灯啊、双灯或者是多灯的状况下是怎么做拍摄的。今天会介绍自然光，也是因为大家可能刚出来的时候比较没有设备去投入灯光，那其实基本大太阳就可以了。然后也最接近现实的环境。我们第一步呢，首先要确定model 是谁，然后他的长相特征会是什么。因为 Henry 已经跟我合作过很多次，所以我大概知道他的角度啊会是什么样的拍摄方式会比较好。因为他的鼻子算是挺的，那以男生的话来说，会主要着重在人像轮廓的部分，尽量要拍得有鲜明有特色。如果说是与女生的话，建议，除非你要拍很有个性的画面，不然还是以多灯会比较好。那多灯的方式之后我们会介绍，因为如果说女生拍的话，单灯的话会显得太利索。那我们现在先讲一个基础的灯法，这个它的来 Henry 面对着我，因为现在光线是从比如我右边过来斜的这样子。各位看到 Henry 的脸上，它会这边有个小小的三角形，这个业界呢叫林布兰光，也可以叫三角光这样子。它是因为鼻子这一块会呈现出来的。我们会利用这一个方法，发现 Henry 左边的脸庞这边其实阴影部分是比较重的，那右边是光亮的，这样自然的可以修饰脸型，然后因为有阴影的关系，也会比较有层次感，比较有个性。我们就先试拍个几张吧。我们对焦啊，其实如果说是拍半身的话，我们可以稍微蹲低一点点，就是你的相机的视角大概是你的相机的视角要比他的眼神略低一点点，大概是在下巴到喉头中间左右，这样拍出来的感觉，这样相机拿起来拍起来的感觉才会是比较正面的。我们朝这边一点点。那这是第二种灯法，就是这个有些人说是阴阳光啦，就是一边是亮的，各位看到。Henry 的他的左半边脸这边其实是亮的，那他的右半边脸这边是暗的，这是自然光的第二种方法。来，这边拍一张，笑一点嘛，轻松就好呗。阴阳光会带给性格会更强烈一点点，就是非黑即白的那种感觉。很多戏剧需要带一些比较震惊的镜头，都会使用这种光法。好，那我们再转过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现在光源的方向啊，已经变成斜侧光了。因为光是从斜后方过来，会带给人家有一种希望的感觉。斜侧光基本上面很多人会觉得这是背光，然后不好拍，因为你现在要拍的主体呢，拍清楚的话，后面会到过曝，没办法拍到这样。但是却可以利用这种光源的位置呢，拍一个希望的隐喻，就会让人觉得有点梦幻。像日剧啊，他们好像会拍大逆光，就是这样子的拍法。先拍一张。那比如说光从正顶照下来的话，会比较神圣的，天主教、基督教都会从正顶光上面下来，因为就是有一种光环的感觉，或者是戏剧感。如果说你在看一些大型的舞台剧或电影，他们如果说单光的话，都会从上面往下打，会觉得在舞台上的人那个是主角。那因为是太阳光单光的关系，我们可能会觉得像现在 Henry 左半边的阴影会比较重一点点，对比太强了，我们就会在光源的斜侧面
会补上反光板。那反光板也有分很多种，有银色啊、金色啊，甚至你可以看到黑色的，那个主要就是增加它的对比度。那我今天会选择银色的。那选择银色的，因为它比较不会那么暖，我可以利用光源的反射，让它阴影的细节稍微减少一点点。你看这是没有的，那如果说加上去，整个脸部的阴影处就不会那么大，脸部的细节会出来这样子啊。各位也要注意反光板摆的位置，摆到下面的话，光线可能就有点不自然，因为一方面我是摆得很近，另外一方面光线反射的角度也不对，所以它下面的这边就多了一部分的光亮，这样会显得有点惊悚，就是不自然，会觉得做作假的这样子。所以你的反光板使用的角度也是要很在意。那如果说是介绍金色这一面的话，类似黄昏或者是夏日的感觉。OK， 因为接下来的结尾我觉得做的太仓促、太草率了，所以我这边再补充一点我没有说到的内容。那主要是有2项，第一就是太阳的位置。各位知道太阳的位置时时在变嘛？日出从东方升起来，日落从西方降下去。正午的时候又在你的头顶上。我们人像拍摄在使用自然光的时候，主要会是在日出到10点钟这段时间，或者是下午4点到日落的这段时间。光线从比较低角度照进来会比较柔和，比较柔美。那也比较不建议大家在正午的时段，就是10点到下午2点这个时间拍摄。太阳从正顶光然后洒下来的时候啊，这样子你主体的对比会显得很严重。有时候你鼻子下面啊，或者是眼睛下面啊，像女生如果有假睫毛的话，那个阴影会显得有点夸张，这样子。那个在后置啊会比较麻烦。那第二个重点就是太阳的色温。色温也是会随着太阳的位置变动而有所改变，在清晨到10点这段时间，还有日落前的大概2-3个小时，它的色温也落在3000到4500，比较偏暖的一个色温。那正午的时候呢，色温会落在5600左右，5600K。所以不同的色温呢，除了会影响到你相机的设定，相机里面的白平衡你要做调整之外，还会牵扯到我刚刚介绍的反光板的使用，金色、银色，也是我前面介绍的。银色主要是会让主体的明度增加，会是在阴天或者在室内做使用。金色的话，会反射的是比较偏暖的色温。白色的话，会建议是在大太阳底下做使用，它会反射些许的光线，会显得比较柔和一点点。黑色的话是会可以吸收多的光线，明度跟阴影面的对比也就会增加，雾面也是透明的，它会让太阳的直射光线让它扩散过去，成为一个发散的效果，这样显得比较柔和。好，那以上就是我补充的内容。OK， 那这就是今天大概主要的人像单光的就自然光的方式拍摄的方式。关于平面拍摄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什么场景你有不太会拍的，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OK， 那我是 CJ， 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喽，拜拜。